在温哥华，特别是咱们生活的列治文，有一个大家都心照不宣的公开秘密：每到下午4、5点钟，有一群背着比自己还高的长条形装备包的孩子们，他们低着头走进那些没有窗户的场馆，戴上面罩，拿起长剑，为了什么？为了那所谓的骑士精神吗？为了强身健体吗？别骗自己了。其实啊，坐在车里刷手机等待的家长们，心里那一笔账算得比谁都清楚。咱们这根本就不是在培养兴趣，咱们是在赌一个未来。击剑这项源于欧洲的贵族决斗的运动，在大温哥华地区，说白了，已经演变成一条通往常春藤盟校的中南捷径。这就好比咱们做风投，因为小众，因为昂贵，因为技术门槛极高，这三个属性天然就帮你筛选掉了99%的竞争对手。对于想要爬藤的华人家庭来说，这是一笔经过精密计算的风险投资。你投入几十万美金的训练费、装备费，投入无数个原本可以用来补习数学的周末，只是为了换那一张印着哈佛、耶鲁或者普林斯顿校徽的入场券。这绝对是一场豪赌，筹码是金钱和时间，赌注是孩子的未来。如果你也是那个坐在车里刷手机等孩子的家长，或者你身边有这样的朋友，各位精明的投资人，咱们换个角度想，你们有没有算过这笔账里的隐性损耗？竞技体育这东西是非常残酷的，它不讲情怀，只讲物理定律。它不看你学费交了多少，它最终只看两件事儿：第一，老天爷赏不赏饭吃；你的天赋适不适合。第二，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你是不是懂得保养这台名为身体的精密赛车？我在诊所里面经常能看到这些未来的藤校精英，说句实话，看着挺心疼的。他们很多人还没摸到名校的门把手，身体就已经先报废了。你敢信吗？你仔细观察过你家练击剑的孩子是怎么走路的吗？那种极其细微，甚至有些不易察觉的坡形，他们很多都是带着同一种难以启齿的痛苦走进我的诊室的。一侧的屁股深处，就在坐骨结节的位置，钻心的疼，做弓步疼，做冲刺也疼，甚至坐在学校那种硬板凳上上课都疼。很多家长和教练会告诉他说：“呀，这是训练刻苦的勋章，忍一忍，拉拉筋就好了。”大错特错，这根本就不是什么勋章，这是身体发出的破产清算通知书。如果搞不懂这个底层逻辑，你不仅爬不了藤，还有可能赔上孩子一辈子的运动能力。你以为你是在投资，其实你这是在透支。今天我也不聊虚的，我要给你一份关于击剑运动员屁股的维修手册。这是一份关于身体资产管理的深度内参。不管是击剑，还是高尔夫、网球、冰球，只要是这种单侧发力的精英运动，今天说的逻辑全都通用。先别急着划走啊，因为接下来我讲的很可能会颠覆你之前的认知。你是不是觉得屁股疼就是肌肉拉伤？是不是觉得贴个膏药休息2周就好了？如果你这么想，那只能说太天真了。绝大多数的家长，甚至很多的教练，都在这个问题上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这个错误正在把孩子的击剑一步步推向断裂的边缘。无论是练花剑、重剑还是佩剑，一瘸一拐走进我的诊室时，说实话，我通常都不需要问太多问题，只需要做一个动作，让他们转过身，自己用一根手指头指出最疼的那个点。99%的情况，他们手指都会指向同一个位置，臀横纹正中间那块硬骨头下面。
解剖学上这块骨头叫做坐骨结节，通俗点说就是你坐着时候屁股底下那两块硌着椅子的硬骨头。这时候家长通常会抢着说：教练说了，这是肌肉拉伤，休息2周就能好。还有更懂行一点的会问：这是坐骨结节滑囊炎吧？怎么吃了消炎药还没好？如果你的诊断方向都错了，那你在错误的道路上跑得越快越远，离康复也就越远。在我的认知里面，这绝对不是简单的肌肉拉伤，也绝不仅仅是滑囊炎。这是一个在现代运动医学里被称为近端腘绳肌肌腱病的棘手问题，缩写是 PHT。这名字听着挺拗口的吧？但其中的差别可是天壤之别。拉伤通常是发生在肌肉这个腹部血供丰富，好得快，而肌腱病是发生在白色的肌腱附着点上，这里是身体的荒漠，血液供给极差。更可怕的是，太多人把它当炎症来治了。你们给孩子吃 Advil、吃芬必得、贴膏药，甚至去打封闭，你们以为是在消炎，但是最新的病理研究报告就告诉我们，慢性的 PHT 本质其实不是发炎，而是蜕变。这是什么意思呢？想象一下，你那根原本像钢缆一样强韧的肌腱，因为长期承受不合理的负荷，内部的胶原蛋白结构开始崩塌断裂，最后变成了一团乱糟糟的、跟烂棉絮一样的组织。我想问问各位，烂棉絮是不会发炎的，它只是单纯的失效了。你对着一团烂棉絮消炎有什么用？为什么击剑运动员会在这个位置报废呢？在列治文的诊所里，我就观察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这些孩子平时走路可能不疼，慢跑都不疼，但只要做2个动作，疼痛就会像闪电一样击穿他们。第一个，极度的屈髋，比如击剑里面那个标志性的大弓步，特别是前脚掌落地的那一瞬间。第二个就是长时间的坐着，特别是坐在学校里那种硬邦邦的课桌椅上，或者是为了考 SAT，一坐就3小时。为什么会这样呢？是因为压缩。过去很多人以为肌腱是被拉断的，但是现在的生物力学研究证实，对于腘绳肌指点这个特殊位置，真正的杀手是压死的。腘绳肌的肌腱在附着到坐骨结节之前，会贴着骨头表面行走一段，就像一根绳子绕过滑轮。当你站立的时候，绳子和滑轮是分离的。但是当你做深度弓步时，髋关节极度的弯曲，肌腱就会紧紧地勒在坐骨结节这块骨头上。在这个勒的点上，肌腱承受着巨大的剪切力和压缩力。如果你在这个姿势下还要发力，比如弓步进攻以后快速回防，肌腱既要承受拉力，又要承受压力，就好像你把一根绳子死死勒在这个岩石的棱角上，然后还要拼命的拉拽它。它不是被拉断的，它是被活生生的磨断的。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好多孩子是坐的时候会疼，因为你坐在硬椅子上的时候，你的坐骨结节直接就压在这个肌腱上，你的上半身体重就成了帮凶了，你在用体重谋杀这个肌腱。所以现在你就明白了吗？当教练让孩子疼就多压压腿的时候，其实是在加重挤压。传统的静态拉伸对于这种 PHT 的患者来说，相当于在伤口上撒盐。我还要告诉你一个更残酷的真相：即使你知道了不能拉伸，这只是治标，因为 PHT 依然只是受害者，他不是凶手。为什么别人的孩子练10年都没事，你孩子练3年就废了？因为还有一个更深层的结构性的幕后黑手在操控着这一切。这不仅仅是肌肉的问题，这是一个几何学的问题。一个标准的实战姿势，在那些击剑馆里面，你的孩子每天要保持这个姿势好几个小时。教练会告诉他，这个是优雅，是平衡，是蓄势待发。
但是在我眼里，我看到的却是另外3个词儿：扭曲、剪切、不对称。人类的身体设计在经历数百万年的进化后，是为了对称性的运动服务的。走路、跑步、游泳，我们左右半身在交替重复同样的动作，这种对称性是维持骨骼动态平衡的基础。但是击剑呢，说白了，击剑就是一种反人类的运动，它是对人体结构的一种暴力重塑。咱们把这个动作拆解开，你就知道为什么我说你在透支孩子的身体了。击剑的下肢动力链本质上是一个精神分裂的系统。首先看后腿，可以叫它引擎。看看这条向外打开90度的后腿，当你进攻时，它需要瞬间爆发，像弹簧一样把身体弹射出去。这意味着后腿的这种屈髋肌还有股四头肌长期处于极度绷紧和收缩的状态，他们会把那一侧的骨盆拼命的向前向下猛拽。再看前腿，可以算刹车片，这就是最致命的部分。当你的孩子完成那个帅气的弓步腾空，然后落地的一瞬间，前脚跟狠狠地砸在地面上，或者那个昂贵的金属剑道上面的时候，前腿的腘绳肌，就是屁股下边这根筋，必须做一件极其违背天性的事儿——离心收缩。什么叫离心收缩？就好像你在悬崖边上抓着一根绳子救人，绳子在往下滑，你拼命想抓住，你的肌肉一边被拉长，一边还得用力收缩，这时候你的肌肉纤维承受的拉力就会是平时的数倍。前腿就是那个刹车片，它要在毫秒级的时间内吸收掉全身冲出去的巨大动能。如果只是左腿累点，右腿壮点，那也还好说，只是肌肉不平衡。但真正毁掉地基的是这个骨盆的剪刀效应。由于肌腱的极度不对称，孩子的骨盆长期是处于一种扭麻花的状态，后腿侧的骨盆被肌肉强力拉着拽着往前转，前腿的骨盆因为落地的冲击和刹车被迫向后卡死，这就形成一种剪切力，直接作用在骶髂关节和耻骨联合上。结果就是你人为的给孩子制造了一个功能性的长短腿，骨盆一歪，原本附着在坐骨结节上这个腘绳肌，就相当于一根被紧紧调紧的这种琴弦，它的物理长度没变，但是它的张力被拉爆了。这时候孩子还没开始练呢，他那根肌腱就已经绷紧到极限了。然后教练喊一声弓步刺，孩子猛地冲出去，崩。不是因为他没热身，也不完全是因为他动作不标准，是因为在错误的几何结构上进行了极限的物理复合，结局只有崩塌。这就是为什么那些练花剑、重剑的孩子屁股疼总是治不好，因为你一直是在修补那根肌腱，从来没有人把那个骨盆给你拧回去。而且不同的剑种废掉孩子的方式是不一样的。如果你练的是佩剑，这相当于短跑运动员的游戏，节奏极快，冲刺弓步最凶猛，是腘绳肌撕裂的最高危人群，因为刹车的动作最暴力。如果你练的是重剑，这相当于是马拉松加上弹簧腿，整场比赛都在弹跳。重剑手的问题往往不光是在屁股，更多是在膝盖和跟腱上面，因为垂直的这种冲击力是最大的。如果你练的是花剑，它是夹在这两者之间的，因为有效部位是在躯干，有大量的极度扭转，还有侧身闪躲。花剑手的腰椎和腹股沟往往比屁股先报警。对号入座吧，别拿治重剑的方子去治佩剑的伤。说到这儿，你可能就觉着啊，懂了，这就是骨盆歪导致的肌腱疼呗。慢点，事儿没这么简单。并不是所有的屁股疼都是因为骨盆歪了，有时候那是骨头在打架，或者神经在尖叫。如果搞错了这一点，你后面所有的努力，包括正骨、吃药、康复，全都会归零。在给出具体的治疗方案之前，我必须先泼一盆冷水。我得先建立一个安全网，
并不是所有的屁股疼都是因为肌腱被勒死了。我见了太多被误诊的案例了，有的家长拿着一大堆的核磁共振报告，甚至找过好多专家，治了半年都没效果，因为他们抓错了凶手了。在击剑这项运动中，除了我们前面讲这种腘绳肌的肌腱病，还有两个极善于伪装的刺客。第一个杀手，坐骨股骨撞击综合征 （IFI），听着很复杂吧？其实这就是后腿的噩梦。如果你孩子告诉你他疼的不是迈出去那条前腿，而是后面拖着的那条后腿，或者他疼的地方不是屁股正下方的坐骨结节，而是稍微往外偏一点的深处，警报要拉响啊！这可能根本就不是肌腱病，这个是 IFI。还记着击剑的后腿姿势吗？脚尖往外旋90度，还要用力往后蹬伸，这个动作简直就是为了 IFI 量身定做的处刑姿势。你的坐骨结节还有股骨的小转子，这两块骨头之间本来有一个狭窄的通道，中间夹着一块可怜的肌肉，叫股方肌。当你做后腿蹬地的时候，这两块骨头就像个胡桃夹子一样，瞬间合拢，咔嚓，中间的股方肌就被夹扁了。怎么判断是不是这个问题呢？让孩子做一个大步流星测试，让他迈着大步走。如果当后腿向后伸的那一刻，屁股深处往外侧一点的地方剧痛，但是把腿往外撇一点儿，走就不疼了。这大概率就是这个胡桃夹子在作怪。再说第二个杀手，坐骨神经卡压。有时候肌腱本身已经不发炎了，但是孩子还是喊疼，而且这种痛感很奇怪，不是酸疼，而是像触电一样，或者像一股热流一样窜到大腿后侧，甚至脚底板都发麻。这个就是坐骨神经被绑架了。坐骨神经就像一根电线，它紧紧贴着肌腱走。当肌腱长期受损结疤的时候，那些疤痕组织就会像胶水一样把神经给粘住。可以让孩子坐在床边，双腿自然下垂。第一步，先把头低下来，下巴找胸口，把脊髓这根总电线拉紧。第二步，保持这个低头，然后慢慢伸直那条疼的腿。这个时候肯定会疼，关键点就来了，让他抬起头。如果抬头的一瞬间，腿还有屁股的痛感消失了，或者明显减轻了，那就实锤了。这是神经痛，因为抬头松开了神经的张力。如果是纯粹的肌肉伤，你抬不抬头，疼就是疼，不会变的。最后还有一条红色警报，是给家里有14到17岁的青少年家长特别提个醒。这个年龄段，孩子的生长板还没闭合。如果你的孩子是在一次冲刺或者劈叉中，突然听到屁股深处“嘣”一声脆响，然后疼得立刻跪倒，完全没法走路，千万不要以为是拉伤，千万别去揉，更不要做我一会儿要教的那些动作，因为这很可能是坐骨结节撕脱性骨折，也就是那根强壮的肌腱硬生生把屁股骨头给拔下来一块。这个时候唯一正确的动作，上担架，去急诊，拍 X 光。如果在这种情况下漏诊，让你孩子带着骨折去训练，骨头长歪了，他的奥运梦就真碎了。好了，如果排除了骨折，排除了骨头打架的 IFI， 也确认神经没有大碍，那剩下的就是我们要面对的终极 BOSS， 那种顽固的、慢性的、怎么治都治不好的腘绳肌肌腱病 PHT。 为什么它这么难治？为什么明明休息了2周，一上场又疼了？因为你可能忽略了身体里边的一种化学战争。在每年的5月份，就是 AP 考试季，或者11月份，大学早申截止的前夕，我就发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但又很残酷的规律，我管它叫考试周魔咒。平时控制的很好的旧伤，很多会在这几个礼拜
突然大规模爆发，家长们经常一脸困惑问我：这周因为要考试复习，他明明都没去训练，运动量都减半了，怎么屁股疼得更厉害了？甚至疼得连觉都睡不着。各位家长们，听好了，你的孩子没有在训练场上受身体的伤，但是他在书桌前受了化学的伤。这其中的底层逻辑是一个名为皮质醇的激素。你们为了爬藤，给孩子施加了巨大的学业压力，为了那1500分的 SAT， 为了那5分的 AP。当人长期处于高压、焦虑、缺觉的状态时，肾上腺会疯狂地分泌皮质醇。在远古时代，皮质醇是为了让我们逃避老虎追捕的保命激素，它会分解体内的储备，提供瞬间能量。但是现代，它变成了组织溶解剂。说白了，皮质醇是一种分解代谢的激素，它的作用是拆房子，而不是盖房子。高水平的皮质醇会直接抑制胶原蛋白的合成，而你孩子受伤的那个肌腱是什么做的？全是胶原蛋白啊！所以，当你的孩子熬夜刷题、焦虑失眠，特别是每晚睡眠少于8个小时的时候，他的身体就彻底失去了自我修补的能力，他的肌腱就变成了一根干脆面。这时候，哪怕平时训练量的一半，甚至只是在学校跑个步，都可能会变成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在中医里，我们讲忧思伤脾，《黄帝内经》早就说了，脾主肉，过度的思虑会耗伤脾气，导致肌肉和肌腱失去濡养，气结则血瘀，压力让孩子的身体处于一种紧绷的微循环停滞的状态。这就是我常跟病人解释的双重挤压。第一重是物理挤压，骨盆前旋导致的肌腱受压；第二重是化学挤压，皮质醇飙升导致的组织脆弱。所以要给家长们一个不太中听，但是救命的建议：在考试周或者孩子情绪崩溃的时候，请主动而且彻底的停止高强度训练。不要觉得这是偷懒，也别觉着少练这几天技术就会退步。睡眠休息是比任何治疗、任何中药、任何针灸都更有效的神药。研究数据赤裸裸告诉我们，青少年运动员每晚睡眠少于8个小时，受伤的风险会增加1.7倍。如果你想让孩子那根价值连城的肌腱长好，请先让他关灯睡觉。好了，案子破了，凶手找到了，现在我们得进入抓捕行动了。很多家长会问我，既然是肌腱受伤，是不是应该吃点补药，还是应该抹点红花油？停，思维要升级。如果你们家房子地基歪了，墙上裂条缝，你光是用昂贵的油漆刷那缝有意义吗？没意义啊！地基不平，墙缝永远会裂开。对于击剑运动员的屁股疼，咱们刚才说的这个 PHT， 就是那个掰掉的骨盆相当于地基嘛。你任何药物介入之前，我们必须先做一件事儿：结构复位。我们要把那个因为长期弓步而往前旋移的骨盆给它掰回来，把那根被拉的像钢丝一样紧的肌腱给松绑。怎么做？不要去外面找那种把骨头掰得咔咔响的暴力整骨。对于软组织已经受损的孩子们来说，那太危险了。我先教你们一招整骨疗法的看家本领——肌肉能量技术。这招的原理非常优雅，利用患者自己的肌肉力量作为杠杆，温和地把骨头拉回原位。这一段至少值200刀的诊费啊！第一步，在复位之前，你得先确认是不是歪了，让孩子平躺在硬的床上，别躺沙发啊，全身放松，2条腿伸直。家长站在孩子的脚边，用你的2个大拇指分别抵住孩子2个脚的内踝骨的下方，然后比较这2个大拇指的位置。如果你发现孩子喊疼的那条腿，通常是前倒腿啊，看起来比另一条腿长了1-2厘米，这就是典型的髂骨前旋，说明他的坐骨结节已经翻上去了。
肌腱已经被拉爆了，必须复位。第二步叫做趔跄复位法，这个动作学名叫屈髋抗阻复位，但我更喜欢管它叫趔跄，因为它精准有力。操作流程我口述一下，严格照做啊。第一步先是要锁定，这是最关键的一步，却常常被忽略。让孩子把不疼的那条腿，好腿屈膝，双手抱住膝盖，用力往胸口拉，这是为了锁死腰椎，保护腰部。家长站在患侧，一只手托住这个疼的小腿肚，另一手扶住膝盖，慢慢把他这个大腿往胸口方向推，推到什么程度呢？推到孩子觉得屁股深处刚刚开始有点紧，或者你感觉推不动为止，这叫寻找屏障。接下来是对抗，很简单，让孩子用疼的那条腿轻轻的往下蹬，注意啊，千万别用太大的力量，20%就够。家长的动作是你这个手别动，像一堵墙一样顶住他这腿，不让他产生实际的移动，保持这种他推你挡这种僵持状态5到7秒，不要憋气，一定是正常的自然呼吸，然后放松，5秒以后就喊停，让孩子彻底放松肌肉。这时候你可能会神奇的发现，刚才那个推不动的屏障往后退了，你可以把他的腿再往胸口多推几厘米。这时候再在新推到的这个位置重复刚才的对抗，一共做3到5次。做完最后一次，把孩子腿轻轻放平，再对比这个脚踝，你就能发现原本长的那条腿缩回去了，2条腿平齐了。孩子再站起来，会立刻感觉屁股后面那根紧绷的弦松了。这看着像是拉伸，其实完全不是。我们是在用孩子自己的肌肉，把歪掉的骨头拽回到正确的位置，安全无痛，符合生物力学。但是骨头正了只是第一步，现在的肌腱可能不疼了，但它仍然是脆弱的，它还是一根干脆面。如果你现在就觉着好了，让孩子去比赛，崩，还是会断的。我们需要把它练回刚懒的状态，这就需要一种极度反直觉的训练方法。如果你还在做快速的深蹲或者冲刺跑，请立刻停止。我得教你一套价值100万的康复协议，8个字：拒绝拉伸，拥抱复合。这是区分普通教练和顶级康复师的分水岭。在讲怎么练之前，我先讲不能做什么。我看到很多家长买了筋膜枪，孩子一喊屁股疼，家长就拿着这个枪对着那个疼点突突突，住手啊！你这是在谋杀那根肌腱，听懂原理了吗？ PHT 这个本质是压迫性的损伤，那个肌腱已经被骨头勒得喘不过气儿了，这时候你再拿个电钻一样的东西对着这个骨头和肌腱连接的地方高频的这种锤击，你以为是在松解，其实你是在制造微骨折，还有加重水肿。记住我的话呀，筋膜枪只能打肉厚的地方，绝对不能打骨头边缘和关节，还有脖子这些脆弱的地方，尤其是屁股蛋底下那个硬骨头，那儿的疼不是紧，它是伤。你见过谁在伤口上用锤子砸的吗？还有一个误区啊，就绝大多数的肌腱教练还有理疗师的逻辑是这样的：你的肌腱疼是因为它紧，所以咱们要把它拉长。于是你就会看到一群孩子把腿架那栏杆上，龇牙咧嘴的压腿，这也得喊停。就是刚才我说的，拒绝拉伸，拥抱复合。为什么呀？还记得刚才讲的这个绳子勒岩石吗？你肌腱已经因为骨盆前旋被拉紧了，就因为弓步这种动作被勒在坐骨结节上了。你静态的拉伸就是在人为的压缩复合，你是在用拉伸的动作把那一块缺血的肌腱更用力的碾向骨头。这不仅治不好病，还会把急性炎症变成永久性的退化。那么正确的做法是什么呢？肌腱呢也是一种动的艺术，是耗散。肌腱的弓步更是一种极度的耗散，你的精气神随着那一箭的刺出全都泄出去了。长期的耗散
会导致气水血脱。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击剑运动员虽然腿很粗壮，但看起来总是很疲惫，眼神没有光。我们需要一种静的艺术来回射能量，来修复击剑，让击剑重新变回钢缆。我今天就讲一个我自己独家设计的动作，我管它叫潜龙扎根儿。这是一个结合了易筋经心法和现代核心控制的立桩的动作，每天5分钟，把孩子散掉的气和形收回来。这是一个专门设计用来对抗击剑那种骨盆前倾加能量外泄的模式的桩功，它能把孩子浮在半空中的这个重心重新死死地钉回地里。第一步先是立柱，站好，把那条疼的腿，通常是前腿，作为支撑腿踩实地面，另一条腿轻轻点在后边，就像一个脚架一样，只承担5%左右的体重，维持平衡。膝盖微微弯曲，大概弯个20度左右就行。注意，千万不要把这个膝盖锁死，也不要弯太多，跟蹲马步似的，就是要这种似直非直、似屈非屈的状态。第二步我叫藏尾，现在就得做一个违背所有击剑本能的动作。击剑要求你撅屁股，骨盆前倾去刺，但我要求你把你的尾巴藏起来，想象你尾骨上挂着一个沉重的尖坠，直直的坠向这个地心，把你肚脐眼往脊柱方向吸，把下腰部的这个曲线填平，做一个骨盆后倾。这时候你可能会感觉到大腿后侧根部，就是坐骨结节这个地儿，会有一丝微妙的被拉住一样的张力。第三步就得入地了，保持住刚才咱们说的把尾巴藏住不动，然后用你支撑腿的后脚跟狠狠地踩向地面，想象你要用后脚跟把地板往后跑，就好像一头公牛在准备往前冲刺刨地一样。或者你想象把鞋底粘的一块口香糖蹭掉，但是脚掌不能发生位移，你只是在使劲儿，脚是不动的，地板是你的敌人，你要想象把它踩穿。这就是在做剧烈的一个等长收缩。做对的话，你会感觉到屁股蛋底下有一股深层的酸爽的甚至发热的收缩感。这就是在用肌肉的力量把那个向上翻转的坐骨结节硬生生的拉回原位。第四式呢，就是定吸，保持住这个劲儿，不要憋气，用鼻子深深的吸气，把气沉到丹田，用嘴巴慢慢的呼气，坚持45秒。在这45秒里，你就是在告诉你的大脑，这里很安全，我很稳，我掌控着我的根基。咱们总结一下：藏尾，纠正骨盆的前倾；刨地，激活近端的腘绳肌；不动，就是让它等长收缩，可以止痛。每天训练前，甚至比赛的间歇，让孩子找个墙角做2组，做完他就会觉得那条腿就像树根一样扎进地里，稳如泰山。这就是结构重置的力量。练完了，最后再说一个坑啊，这也是很多家长特别容易踩的坑——装备。我看好多孩子穿着那种踩屎感很好的鞋去练击剑，可能家长觉得贵的就是好的，软的就是保护膝盖，这是大错特错了。击剑的弓步是一个极度暴力的急停动作，冲击力大概是体重的7倍。如果你穿的是软底的跑鞋，当脚跟砸向地面的时候，鞋底会发生巨大的变形，这叫微观的不稳定。为了对抗这种晃动，你孩子的腘绳肌就必须加倍的用力收缩来维持平衡。如果本来击剑就受伤了，你还让他在一个不稳定的地基上加班，这不是保护，这是透支。赶紧去买硬底的击剑鞋，还有羽毛球鞋。如果不差钱的，可以买个几十块钱的那种硬质的足跟杯，垫在后跟里边，它能把这个脚后跟的脂肪聚拢起来，这才是最好的天然减震器。视频的最后，我想和家长们聊点心里话。我们为什么让孩子练击剑？为了那是贵族运动？为了那身洁白的剑服？还是为了那张通往哈佛、耶鲁、普林斯顿的入场券？我不评判这种野心，但是
作为一名在临床一线看了这么多年的中医，我必须提醒你，你正在进行一笔风险极高的杠杆交易。你把孩子还在发育的骨骼、肌腱、软骨作为筹码压在了赌桌上。如果赢了，也许是常春藤的光环，但如果输了呢？如果代价是孩子在20岁时就这儿疼那儿疼，30岁时就面临关节的退化，甚至一辈子带着止疼药生活。在中医里，我们讲究身心不二。王教主经常说，这个放下偶像包袱，才能拿起幸福。对于这些孩子来说，那个藤校的 offer 就是一个沉重的偶像包袱。为了这个包袱，他们不敢喊疼，不敢休息，甚至在肌腱撕裂的时候还要打着封闭上场。这是愚勇，这不是贵族精神。真正的贵族精神，不是你在剑道上击败了多少对手，而是你对自己的身体的绝对掌控和深切的慈悲，是知道什么时候该进，更知道什么时候该退，是懂得在身体发出警报的第一时间停下来，去聆听，去修复，而不是去镇压。不管是击剑还是人生，都是一场长跑。藤校只是18岁的一个驿站，不是终点。孩子的身体才是那个一，成绩、名校、奖牌那都是后边的零。没有那个一，后边有再多的零，也是一场空。所以，当你的孩子下次告诉你屁股疼的时候，请不要只做一个焦虑的督促者，你要做一个智慧的架构师，带他去检查一下结构，该复位就复位，帮他调整装备，该换鞋一定得换双鞋，督促他睡觉，把皮质醇降下来，陪他做那个枯燥的潜龙扎根儿，告诉他，孩子，我们要赢，但我们要站着赢，要健康的赢，一直赢到80岁。如果你觉得这期肌腱损伤的视频颠覆了你对运动损伤的认知，或者缓解了你哪怕一点点的教育焦虑，请订阅我的频道，点赞，并把它转发给你身边的肌腱家长群。在未来的视频里，我会继续用这种底层逻辑的视角去拆解高尔夫、网球、冰球，甚至钢琴演奏者的职业病。我们要培养的不仅仅是学霸，而是身体强健、认知顶级、懂得掌控自己命运的真正精英。下个视频见。